林总，兄弟们实在干不动了，今天必须得聊聊。今天端午节，正是厂里忙的时候，这个时候挑事儿，聊什么？林总，这家修理厂开了5年，从一个破路边摊干到今天这个规模，靠的是什么？你心里清楚，靠的是我们几个兄弟钻车底吃外气，拿命拼出来的手艺。客户认的是我老赵修车的本事，不是你凌晨挂在门口的招牌。这家店能做大，靠的是我跑断腿拉来的正企车队维保单，靠的是我定的绝不宰客、透明收费的规矩，而我给他们的待遇是全市同行业最高的30%提成，外加6险1医。2年前，老赵的老婆被查出了严重的心脏粘液肿瘤，急需10万块钱做手术。他在我办公室里哭求我的帮助，我二话没说，直接拿出了我准备买房的首付借给他救急。为了不让他有太大压力，连借条都没让他打。时至今日，他也只还了我2万块。所以呢？所以我们觉得现在的待遇太寒碜了，我们要技术入股，这家厂子分给我们兄弟40%干股。另外，以后车间里所有的机油、轮胎、易损件的采购权必须交给我负责。你别管我从哪儿进货，我保证车能修好就行。老赵，你老婆手术那8万块钱欠款还没还清，现在要来分我的股份，还要把黑手伸到客户的刹车盘上。林晨，你别拿那点钱来道德绑架我！这2年我给你干活流的汗，早就把那8万块钱还清了。我不欠你的，给还是不给？外头那些车没我们几个你一辆都修不明白。今天你要是不点头，我们4个立马脱工服走人。我看你今天怎么收场！只要我们一走，你这厂子的招牌今天就得砸在这儿。这个月的工资加上提成，1分不少，发给你们了。至于那8万块钱，就当我看清你们几个白眼狼的学费。现在拿着你们的私人物品滚！好你个姓林的，你有种，走！各位车主，各位老板，对不住大家了，今天这车我们修不了了。不是我们兄弟不想修，是这个姓林的黑心老板逼着我们往你们的发动机里加假机油，换翻新件。我们4个都是有良心的手艺人，干不出这种没底线的事儿。他看我们不听话，刚才就在办公室把我们全给开除了。你敢给我用假机油，胆子不小啊！退钱，老子不在你这儿修了。奸商，把我的车钥匙还给我，我要曝光你！大家赶紧走吧，这车间的配件全是副厂次品，上了高速要死人的。凌晨，各位，请安静。第一，我凌晨开店5年，如果用过1滴假机油，我愿意当场赔偿10万，并且立刻关门砸招牌。至于这4个员工被我开除的真正原因，是他们背着我索要配件采购权，企图吃回扣赚黑心钱，被我拒绝。第二，我知道现在说什么都是各执一词，为了不耽误各位明天假期的出行日期，今天所有在场登记的23辆车，本店全部免单，无论大小保养1分钱不收。第三，如果大家依然不信任我，我已经联系了全市最大的拖车公司，5辆平板湍车15分钟内就到。我凌晨自掏腰包，将各位的车安全送至你们指定的任何一家4S 店或维修厂，并承担你们今天的全部检测费用。装，你就在这装大款吧。行，老子就在对面看着。今天这些车，就算你白送，你连个能摸扳手的人都没有。我看你没了我们几个，怎么把车开出这个大门？走！林总，我们现在怎么办？要不要咱赶紧在同城网上高薪招几个师傅？不招了，你先出去吧，把大门关了，我们要停业整顿一段时间。
是时候了，启动我打磨整整2年的计划书。在这个乌烟瘴气、靠着信息差和手艺人拿捏老板的传统汽修行业里，我早就受够了。我要的根本不是找几个听话的修理工替代他们，我要的是一场行业大清洗。喂，王工吗？对，是我林晨。你之前给我看过的那套车间改造图纸，现在可以落地了。对，马上带施工队过来，今晚进场，把车间里那几条又黑又臭的维修地沟全给我填平，废旧的油桶、铁架子全扔了，给我铺上最高级别的无尘环影地面，墙面全打掉，换成全透明的落地防爆玻璃。钱不是问题，我只要快。旧的规则到今天为止了。孙哥，这都3天了，我看那修理厂一直挂着设备升级的牌子，咱这次不会玩脱了吧？升级设备，我呸！他就是招不到人，在这死扛呢，还雇施工队在里面砸墙，估计是准备改行卖电动车了吧？不用管他，兄弟们，我已经在下个路口盘好了一个铺子，设备下午就到，明天咱们就开张。凌晨店里那些老客户的数据，我手机里都有，我这几天挨个打过了电话，只要给他们打个5折，全得乖乖到咱们新店来。他凌晨不是牛吗？我要让他看着我们赚大钱，他自己抱着个空壳子去要饭。这3天里，我不眠不休，砸掉地沟，铺上了光洁如镜的浅灰色幻影地壁，进了8台全自动举升机，淘汰了传统维修工手里那些脏兮兮的油壶和简易工具，全智能油水自动交换机、3D 4轮定位仪、超声波零部件清洗机，以及最核心的原厂级 AI 车辆底层数据诊断电脑。整个车间不再像是一个汽修厂，而更像是一个极简、科技感十足的实验室。而在人员配置上，我更是做出了一个在同行看来绝对是疯了的决定。我没有去挖任何一个有经验的老师傅，我直接联系了本地的交通职业技术学院，高薪签下了5名刚刚毕业的应届机电专科生。他们没有沾染过行业里的偷奸冒滑，没有吃回扣的坏习惯，更不会拿着手艺要挟老板。我要的是纯粹的标准执行者。我给他们每个人发了一本厚厚的林氏智能车间 SOP 标准化作业手册。换机油、放油螺丝必须使用扭矩把手，严格设定为30牛米，听到咔嗒声必须停手。每一个配件拆卸必须录像扫码，不需要你们靠经验去听发动机的声音。连上诊断电脑，让数据告诉你们该换什么。遵守手册，工资过万；违反1次，立刻开除。啊，这他妈是修车厂？装神弄鬼，弄得再花里胡哨有什么用？几个毛都没长齐的学生会修个屁的车！走，回咱们自己的店，我看他能硬撑几天。欢迎光临，先生，请问咱们需要做什么项目？老板，你们这儿能做大保养吗？看着怎么像个洗车店？可以的，先生，我们主打透明智能保养。先生，我带你去我们的休息区详聊，这边请。这是什么？这是您的车辆云端体检报告。我们的技师刚刚为您的车连接了底盘检测仪和油液光谱仪，数据已经同步过来了。您看这里，您的刹车油含水量目前是 2.6%， 已经亮黄工，建议更换。但您的火花塞燃烧值依然在正常阈值内，不需要更换。好，那就按数据说的换。先生，您此次使用的配件溯源已开启，现在开始施工。我能看看车间吗？当然可以，先生，这边。卧槽，兄弟们，我发现了一家神仙修车店，全透明数据，配件扫码溯源，修个车修出了悦巴克加水果体验店的感觉，太绝了！这看着都有点像造车的车间了。是啊，看着好高级啊！咱们是什么时候开的这么一家店？这店在哪儿啊？求分享，我下午就开车去保养一下。今天刚开，我这就把地址发给你们。
张口闭口看数据，他林晨算个什么东西？生意都被他抢了，不能让他这么舒服的开下去。大孙，你去联系那个车评网红强子，花点钱让他开辆车去林晨店里保养，咱们给他加点料。我要让他林晨的透明车间彻底变成个笑话，让他倾家荡产。来吧，我的透明系统正缺这一块最好的试金石。强子，这事儿咱们可说好了，我给你这车换的可是最顶级的全合成进口机油，这单算我请你的。下午你就开着这辆车去林晨那个什么智能车间，随便找个理由让他那几个没断海的学徒给你检查一下，只要他们一动你的车，你就立刻开直播，说车子抖动漏油，是他们把你的车修坏了。林晨那小子装的清高全透明，老子就让他在全网粉丝面前透明的翻车。放心吧，赵师傅，他那种只知道搞笑头骗钱的网红店，我最喜欢锤了。等把他的名声搞臭，流量我赚了，你这边的生意自然也就火了，咱们双赢。对，双赢。我这也是为了咱们汽修行业的风气，不能让这种不懂装懂的黑心老板寒了我们这些老手敬人的心。多么冠冕堂皇的借口！他甚至在说出这句话的时候，连他自己都感动了，却丝毫没有提及他刚才倒进强子车里的根本不是什么顶级全合成，而是几十块钱一桶的劣质回收过滤油。为了压垮我，他不惜把自己的同谋也当成待宰的肥羊。兄弟们，今天强子带你们来打卡林氏智能车间，本地最近风头最盛的。听说这里没一个老师傅，全是刚毕业的大学生，还号称什么极致透明。看看这到底是真金不怕火炼，还是割韭菜的智商税？先生您好，请问需要做什么项目？我这车最近跑起来有点没劲儿，你们给我做个常规的全车检查吧。既然你们说全透明，我直播没问题吧？当然没问题，这是您的权利。强子这个人我知道，为了流量毫无底线。他今天来者不善，但我没有阻止。系统就是在压力测试中成长的。我操！你们对我车干了什么？兄弟们，你们看，我就说这地方不能来吧！我这车来之前好好的，他这学徒刚一拆，我的气门室就漏油了，发动机也异响了。这可是宝马的发动机啊，大修起码2、3万。先生，我根本没碰那个位置，我只是连了电脑。放屁！不是你弄的，难道是我自己砸的？叫你们老板出来！今天这事儿不给我个说法，我让你们这家黑店在本地彻底混不下去。果然是噱头。就在局势即将失控的时候，一个阴阳怪气的声音从大门口传来，大老远就听见这儿吵吵嚷嚷的。哎呦，我的天哪，造孽呀！个连毛都没长齐的小兔崽子，宝马的气门室也是你能随便碰的？这螺丝的扭矩和顺序错一点就会导致密封失效。这位老板，你可被坑惨了！这明显是他们操作不当，把你的气门油方给弄裂了，这发动机算是废了一半了。大家都听见了吧？这位老哥一看就是经验丰富的老师傅，连老师傅都这么说了。林晨，你这个缩头乌龟还不给我滚出来！林晨，我早就跟你说过，不是你弄几个屏幕、弄几个电脑就能糊弄人子吧？现在出了你这全透明的招牌，我看今天还怎么挂得下去？面对着强子的疯狂咆哮，老赵的落井下石，以及直播间里数万人的谩骂，我推开办公室的门走了出来。你就是老板，说吧，这事儿怎么解决？要么赔我3万块发动机大修钱，要么我今天就让你这家店身败名裂。第一，把你的手机拿远一点。第二，既然你开着直播，那正好，在场的各位以及直播间里的所有网友，我们林氏智能车间主打的就是一个绝对透明。既然这位车主质疑我们的操作弄坏了发动机，并且这位经验丰富的赵师傅也下定了结论，那么我们现在就用数据来还原一下真相。小李，调取工位上方3个高清摄像头的15分钟录像回放，放慢10倍速。是，林总。画面清晰地记录着小李给方向盘套上塑料护罩，扣开发动机枪盖，随后弯腰将检测电脑的接头插入方向盘下方。小李的双手距离渗出机油的气门士兵始终保持着半米以上的安全距离，全程没有碰过哪怕一根螺丝。大家看清楚了，我们的技师从头到尾没有对这辆车的机械部件进行任何物理接触，
请问这位车主，他是隔空发功，把你的气门油方震裂的吗？监控也有死角，说不定是他不小心撞到的。这漏出来的机油可是事实，发动机异响也是事实。只要车是在你店里出的毛病，你就得负责，这是规矩。规矩在我这里，数据才是唯一的规矩。把刚才光谱仪抽取的机油样本数据以及行车电脑的底层日记投到右边屏幕。这位车主，你说这辆车是你一直当宝贝一样保养的，但是这台100万级的精密光谱仪显示，你发动机里的机油氧化度高达74%，里面充满了铁屑和碳渣。这种级别的数据，说明这机油至少有2万公里没有更换过，甚至这根本就是过滤后重新灌装的劣质回收废油。郑师傅，你上午不是说给我换了进口的全合成机油吗？你胡说八道！机器坏了，你这破机器肯定是坏了。强子，你别听他放屁，我明明给你加的好油。还没完呢，这是通过原厂诊断电脑强制读取的这辆车 ECU 底层的传感器日记。数据显示，今天上午10点42分，发动机出现了一次极其异常的油压波动，同时气门室盖的一颗螺丝传感器记录到了被外力拧松的扭矩变化，这就是发动机异响和漏油的真正原因。有人故意拧松了你的螺丝，让机油泄漏，导致缸内失压傲响，为你制造了这场完美的车祸现场。老赵，你为了来砸我的场子，亲手在这位信任你的车主车上埋雷。不仅如此，你还极其黑心收了他全合成机油的钱，却给他加了这种连拖拉机都不用的垃圾废油，这就叫你口中的老手艺人的良心？你大爷的老赵！你他妈收了我1800的保养费，给我加废油，还故意拧松我的螺丝，让我来这里闹事儿！你他妈差点毁了我的车！林晨，你算计我，你这是断我的活路，你不得好死！断你活路的是你自己的贪婪和无耻。你以为汽修行业还是那个靠着一把砖手几句谎话就能骗钱的时代吗？时代变了，老赵，做生意底线比手艺重要，但在你眼里只有回扣和算计。强子，你为了流量配合他来闹事，这笔账我不跟你算。但你的车现在发动机里面全是油泥和铁屑，气门室漏油导致失压，如果再开下去，随时会拉缸报废。林老板，林哥，我错了，我是被这个老王八蛋忽悠了。您这技术牛，设备牛，求求您帮我把车修好吧，多少钱我都出。小李，按标准流程给他出个报价单，深度发动机清洗，更换原厂全合成机油，重打气门室密封胶，1分钱不许多收，也绝不打折。是，林总。阿伟，叫保安把无关人员清理出去，别弄脏了我们的环影地板。这场闹剧以一种最具戏剧化也最硬核的方式收场。强子的那场直播成了我在店里最好的免费广告。你好，这里是凌晨智能车间。对，检测全程可视化。明天下午，不好意思，明天下午已经排满了。后天上午还有一个位置，您要的话，我现在给您锁上。这才叫修车嘛！哪里坏了，换了什么，多少钱，全都看得明明白白。以前去那些修理厂，我连自己车被拆成啥样都不知道，心里直打鼓。这家不一样，踏实。这个月店里营业额80万，净利润30万。老板，真的假的？这么多？每人3万奖金。老板，我们才刚毕业。你们按规矩做事，严格执行 SOP， 这是你们该拿的。老板，您放心，以后每一颗螺丝，每一步检测，我们都照标准来，绝不糊弄。我要的就是这个。店能走多远，不靠忽悠，靠规矩。良性循环从这一刻彻底建立。哎，老板，你听说老赵那边的事儿没？他又怎么了？还能怎么？上直播翻车后，他那破店基本没人去了。为了拉生意，他急眼了。赵哥，这批货连合格证都没有，能用吗？能点亮不就行了？出租车司机就图便宜，他们懂个屁！可万一出事儿呢？出事能出什么事儿？现在不低价抢客，咱们都得喝西北风。你这电瓶真比别人便宜1半。放心，包好用，坏了你来找我。结果他倒霉就倒霉在把一块劣质电瓶换到了本地最大车友队会长的车上。车友队会长？对，就是那个懂车又较真的狠人。老赵，你敢拿这种东西坑我？电瓶是伪劣翻新件，安全风险非常高，高速断电已经算你命大了。好样的，老赵，等着吧。那你准备怎么办？
让该管的人去处理。我们接到举报，现在依法对你们仓库进行检查。不是同志，误会，这都是误会。生产厂家呢？合格证呢？进货票据呢？这个是供应商那边。这块电瓶是你店里换的。第二天，我的车高速全车断电，涉嫌严重消费欺诈和销售伪劣产品，依法查处。别啊！我就是小本生意，我也是被人骗了。你卖的时候可不是这么说的。还不跑！30万罚款，营业执照也没了，谁留下谁垫背？钱呢？先拿了再说。听说啊，他不光本钱赔光了，还背上了罚款和索赔，唉，连老婆治病的钱都填进去了。老板，你就一点不意外？有什么好意外的？毕竟他之前可没少针对你。市场会筛人，法律会算账。修车这行，拼到最后，不是看谁嗓门大，也不是看谁会演，是看谁还知道敬畏。林总，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您大人不计小人过，就把我当个屁放了吧。我把房子我卖了都不够赔的。我老婆在医院知道了这件事儿，一口气没上来，进了 ICU， 现在闹着要跟我离婚。大孙和小李那几个白眼狼，店里账上最后的3万块钱全卷跑了，我1分钱都没了。我猪油蒙了心，我不该贪图那点便宜进假货，更不该听信别人的挑唆，带人来您的店里闹事啊！林总，你以前对我那么好吧？您借钱给我老婆治病，我什么都能干。我不要股份了，我也不要高薪了。您让我回来给您洗车扫地，给我摸一口饭吃，只要能帮我凑点钱付医药费，我愿意改过自新，在你手下干一辈子。老赵，你口口声声说我不计旧情，那你来砸我毯子的时候想过旧情吗？你偷偷拧松那个叫强子的网红车上的气门式螺丝时，你想过如果他在高速上因为漏油导致失火会是什么下场吗？你为了多赚200块钱差价，给货车司机换上伪劣纱片的时候，你想过别人一家老小的命吗？老赵，你老了，但这并不是你值得被同情的理由。变坏的不是老人，是坏人变老了，永远只会把贪婪当成理所当然，把别人的底线当成你可以肆意践踏的软弱。我的车间代表的是透明，不收失去底线的垃圾。拿着你的悔恨去跟工商局说，去跟那些差点被你害死的车主说吧。林晨，你不能这么绝呀！你见死不救，你会有报应的！你有报应的，会有报应的！都看清楚了吗？这就是失去敬畏之心的下场。在这个行业里，技术可以学，经验可以累积，但如果良心坏了，市场和法律迟早会教他做人。把地拖干净，下班。明白了，林总。风波过后，迎来了爆发式的增长。老赵的事情在行业内传开，反而成了我们透明车间最好的反向闭环。所有的车主都知道了，在城南有一家老板敢跟行业潜规则死磕到底的硬核修理厂。仅仅过了2个月，8个工位彻底满负荷。哪怕实行了严格的线上预约制度，预约单依然排到了半个月之后。月营业额飙升到150万，净利润突破60万。但我知道这不是终点，这只是我庞大商业计划的一个开端。这天晚上闭店后，我没有让大家下班，而是把所有技师召集到了多媒体会议室。我打开投影仪，将一份全新的 PPT 投在幕布上。各位，这几个月大家辛苦了。目前我们的单店模型已经跑通了，事实证明，车主愿意为了透明和信任买单，甚至愿意付出溢价。但是依靠一家店8个工位，我们的产能已经到了极限。所以从下个月开始，我们将启动第2段计划，星火燎原。我已经盘下了隔壁的3间废弃厂房，准备打通。同时，我花重金请软件公司定制开发的林氏智能门店 SaaS 的系统即将上线。我们需要管理者。小李到。从明天起，你脱离一线保养岗位，我会把这几个月跑通的所有接工程全部视频化、教案化。你要负责在接下来的2个月内为我们招募的50名新学员进行全封闭式培训。不懂原理没关系，不会听异响也没关系，只要他们能执行 SPP 手册上的每一个动作，明白什么是不能触碰的红线，考核及格才能上岗。林总您放心，我保证带出一支铁军。在这个行业里，最不缺的就是自作聪明的老油条，而我们要做的就是用工业化的标准、流水线式的培训，彻底干掉那些依靠信息差和潜规则生存的手艺人。我要让林氏这2个字成为汽修界的海底捞，成为所有车主闭着眼睛都能放心进的品牌。雷鸣般的掌声在狭小的会议室里轰然炸响，投影仪的蓝光映照在每一张年轻的脸庞上，他们的眼底燃烧着狂热的火焰，身姿挺拔如松。
林氏制车，林晨。沈总，您上回让我关注的那个汽修厂，真如同您说的一样发展飞速啊！不出所料，这汽修厂的老板确实是个人才。去准备一下，我们去会一会这家汽修厂的老板。林总，我关注你很久了，从你手撕那个黑心员工开始，我就知道你是一个懂流量、懂人性的人，更懂商业底层的天才。沈总过奖了，我只是个修车的。不，你不是修车的。传统燃油车时代，3大件维修确实需要老师傅，但你我都知道，那个时代即将落幕，新能源汽车的时代已经到来。新能源车没有发动机，没有变速箱，它们就是装在4个轮子上的超级电脑。对新能源售后来说，传统修理工的听音辨位完全没有意义，需要的是插上 OBB 读取底层数据，需要的是模块化更换，需要的是绝对的标准化和透明化。林晨，你无意中打造的这个模型，无尘、透明、全数据驱动 SOP 流水线作业，简直就是为新能源汽车量身定制的终极售后形态。未来纪元准备领投，联合几家头部新能源车企，5000万换你林氏智能车间20%的股份。我们的条件只有一个，1年内借助我们的资本和主机厂授权，在全国1、2线城市复制100家直营店，彻底颠覆传统的汽车后市场。5000万，估值2个半亿，对任何草根创业者来说都足以让人窒息。沈总，您的战略眼光很毒辣，但是5000万买不走我的控制权，也买不走我制定的标准。我要的不是100家挂着我名字的修理店，我要建立的是一个生态护城河。第一，建立超级中央云端调度中心，所有门店数据必须实时回传，配件从出厂到装车全链路闭环，杜绝任何门店私自采购副厂件的可能。第二，这是核心中的核心，我要建一所占地100亩的技术培训基地，这是我们的计划核心。谁掌控标准人才的输出，谁就扼住了行业的咽喉。第三，我不做加盟，只做直营或强管控联营，且在任何一轮融资中，我林晨必须拥有1票否决权和绝对的 A、B 股控制权。如果沈总同意这3个条件，我们可以继续谈；如果不同意，门在那边，不送。它不是一条可以被资本随意圈养的鱼，它是一头即将吞噬整个行业的巨兽。林总，我收回我刚才的傲慢，你的条件我全部答应。未来纪元资本愿意全力护航你的汽修帝国。2双属于野心家的手，在那个冬天握紧了彼此。今日，国内最大的汽车售后服务独角兽企业林氏智车生态宣布完成 C 轮融资，融资金额高达30亿。目前，林氏智车已铺设超过300家全透明智能直营店，并正式成为7家头部新能源车企唯一指定官方授权售后合作伙伴。其创始人林晨先生在今日敲掌仪式上表示，透明、诚信与标准化是重塑信任的唯一途径。我不再是那个在小车间里为几百块钱斗智斗勇的小老板，现在的我是一个庞大商业帝国的掌舵人。林晨，老赵终于认出了我，那个2年前被他指着鼻子骂的年轻人。他说过，离了我，你这厂子3天就得关门。我看你今天怎么收场！只要我们一走，你这厂子的招牌今天就得砸在这儿。如果我没有贪那点回扣，
没有带着徒弟造反，哪怕只是老老实实的在他手底下修车，凭元老的身份，怎么说也能混个高管，开着豪车，受人尊敬。我亲手把通往天堂的门票撕碎了，换来了一张通往地狱的单程票。我的手艺、经验、套路，在那些东西面前一文不值。我以为自己很聪明，不过是时代巨轮碾压前的一只螳螂。老头，发什么呆呢？赶紧把这堆垃圾收走，别挡着我家店做生意。是，我这就收。任何试图用欺骗和潜规则阻挡时代进步的人，终将被时代所抛弃。而我们就是创造新时代的人。新的故事才刚刚开始。商场如战场，当你成为行业标杆时，迎来的不仅是鲜花，还有无数躲在暗处企图复制你、吞噬你的恶狼。中天汽修集团，本地老牌的传统汽修巨头，他们照猫画虎，砸了重装，试图复制我的模式。为了迅速拉起队伍，王总开出高薪，四处疯狂挖人。而在这个过程中，一个本该像过街老鼠一样消失的人，重新粉墨登场了。王总，凌晨那个透明系统最初的核心技术全是我带头搞出来的，他凌晨就是个什么都不懂的投资人，卸磨杀驴把我赶出来了。只要您让我当技术总监，我不仅能把他的模式1比1复刻，还能凭我手里的老客户资源把他的生意全抢光。成交。王总根本不懂 SOP 和底层逻辑的区别，他只看到大孙以前确实在我店里干过，病急乱投医，竟然真的信了他的鬼话。哟，这不是林大老板吗？怎么看我当上总监了，眼红了？凌晨，你真以为全天下就你会搞个破玻璃挂个屏幕？老子现在背靠中天集团，资金比你厚，人脉比你广。从今天开始，我们所有保养项目价格永远比你低30%。你不是牛吗？我看你拿什么跟我打价格战？当初你把我扫地出门，今天我要让你这家旗舰店关门大吉。即使穿上名牌西装，骨子里那种投机倒把、贪婪短视的穷酸气依然挥之不去。大孙，玻璃幕墙可以用钱砸出来，但护城河不能。你们买得起最贵的显示屏，但你们买不到敬畏心。价格战随你打，我只奉劝你一句，别再把你的脏手伸到客户的车里。我呸！少在这给我上课，咱们走着瞧。林总，中天那边不仅降价，还给车主送上1000元的油卡。这几天咱们店的客流确实被吸走了一小半，我们要不要也做点活动反击？不用，让子弹飞一会儿。没有灵魂的复制品，爬得越高，摔得越粉身碎骨。孙总，这批件看着不像原厂的，客户那边要是查出来，屏幕上显示正品就行了，谁去查包装底下的东西？哼哼，出了事儿我兜着，利润大家分。会长您放心，就是轻微涉水，换个原厂电池包控制器，10万就能搞定，比 4S 店便宜1半。尽快弄好。二手拆车市场2万块买的翻新件，10万的留修费，8万归我。会长您看，全原厂件检测合格，
数据都在屏幕上，一目了然。什么？中天汽修，大孙，你们真是好样的！大孙，你给我滚出来！哎呦呵，不出来是吧？来人，把我那辆车堵在他们店门口。今天查不出这车为什么突然高压锁死，你们这家店就别开了。怎么回事？快给我解释！王总，这绝对是车主自己操作不当，或者车子本身的质量就有问题。好啊，那我就请个第三方来做技术鉴定。林晨，这是我们中天内部的事，你来干什么？你这是恶意竞争！插上林氏检测终端，读取高压模块数据。好的，林总。报告林总，车辆高压锁死的原因找到了，控制器 BBMS 通讯中断。原因：该控制器序列号为3年前的报废拆车件，根本不是原厂新件。更严重的是，该控制器的防水关系被人为剪断，并用劣质胶布缠绕，导致水汽进入，发生了严重的内部短路拉弧。这就是你们标榜的，比透明更懂技术，拿2万块的报废件充当10万块的原厂片，还差点害死我！你不是说进的是原厂片吗？钱去哪儿了？你个王八蛋，敢坑我！我没有，是他们合伙陷害我，是林晨在这个电脑里做手脚。大孙，你真以为你在二手市场倒卖报废件的勾当天衣无缝？你这大半年一共私自采购了34批次劣质配件，总计吃回扣高达87万。所有的转账记录、二手商贩的供货清单都在这里。王总，你只看到了我车间里的玻璃，却没看到我背后的智能零配件溯源防伪链。你以为花点钱，挖个满嘴谎言的垃圾就能复制我的成功？在你的店里，透明只是一块屏幕，而在我的店里，透明是每一颗螺丝的数字生命。喂，我要报案，这里有人涉嫌极其严重的商业诈骗和职务侵占，并且涉嫌危害公共安全。不，我不想坐牢。林哥，林总，我错了，我把钱全吐出来，求你帮我求求情吧。我早就说过，这是你最后的机会。成年人要为自己的贪婪付出代价，去里面好好反省你的手。随着大孙被押走，中天集团旗舰店在混乱中被勒令停业整顿。这场来势汹汹的资本复刻战，在绝对的实力和无懈可击的数据系统面前，连3个月都没撑过就土崩瓦解。林总，中天的门店，我想转让给你，价格你说了算。让法务对接。至此，在这个1000万人口的新县城市里，再没有任何一家修理厂能对林氏制车生态产生哪怕一丝一毫的威胁。5年时间，
将我从一个在油污中挣扎的小老板，打磨成了执掌1000亿级产业生态链的商业领袖。林氏智车生态市值突破500亿，全国超过2000家直营及强管控门店。我们建立的汽修 SOP 系成为国家制定行业新国标的重要参考。我们甚至向上游延伸，建立了全亚洲最大的汽车零部件自动化智能仓储中心。5年前，有人告诉我，汽修这个行业水太深，潜规则太多，不吃回扣，不用假件，不靠老师傅的手感，就活不下去。他们以为用罢工和诽谤就能掐死我的梦想，但他们错了。一个行业的进步永远不是靠几个人的经验或者人情世故，而是靠绝对透明的规则，靠不可篡改的数据，靠对每一个生命和信任的敬畏。从砸平那条地沟的第一天起，我就决定要用最冰冷的数据去重塑这个行业最温暖的信任。林董，刚才监狱那边打来电话了，说什么？大孙在里面因为跟人打架，刑期又被延长了2年。他托狱警带话，说想见你一面，说他还有些当年老赵遗留下来的行业秘密想告诉你，希望能换点减刑的证明。行业秘密，在绝对的阳光和透明面前，所有的秘密都不过是下水道里的臭虫。告诉狱警，我不认识这个人，以后关于他们任何人的消息都不用再向我汇报了。明白，林董。车窗外，属于旧时代的阴霾早已被彻底吹散。在这条属于科技、规则与诚信的高速公路上，我将带领我的帝国一路狂飙，绝不回头。